如果给你一颗恶魔果实，你最想吃哪一颗？是强到令大将都汗颜的阵阵果实，还是破坏力超群的神龙果实？我想四皇所吃的恶魔果实，男生都不一定会喜欢。至少在众多果实之中，你的首选肯定是下面这5颗的其中一个。第一颗金鸡果实，只要拥有点石成金的能力，就没有得不到的东西。但前提你得学会果实觉醒，若是不会觉醒，那就只能自己变小金人。觉醒之后才会拥有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财宝。我想没有哪个男生会跟金子过不去吧。第2颗魔方果实，总对自己的颜值不自信，还没女孩子喜欢，那这颗果实你绝对值得拥有。如果想和鸡哥一样帅，只需要用手触摸到对方的脸，就可以变成与其一模一样的人。不仅仅是外貌和性别会变化，连声音也产生相应的改变。第3颗瞬移果实，这颗果实算是门门果实的上级能力，不需要任何的触发条件，直接就能瞬间移动到自己想去或者能看见的地方，甚至可以瞬移到其他碰到的物体。有了这种能力，还怕上学上班会迟到吗？哪怕登月旅行也是毫无压力。第4颗幸运果实，有哪个男生会拒绝这颗果实带来的好运呢？幸运果实无论在海贼世界还是现实生活中都是非常实用的一种能力，但是使用方法有些自私，需要把别人的运气吸收储存在自己的身上，自己享受每次走路必捡钱，次次抽奖都第一。第5颗手术果实，想要长生不老的能力，那就要靠这颗果实才能满足你了。只要创造一个球体空间，在这个球体内，你就可以想干嘛就干嘛，甚至永生不死都是可以做到的。你是不是想着卡 bug 不做选择，把上面的果实全都吃？那前提你必须是黑胡子的身体强度，不然就老老实实的只选1颗啊。2个人同时吃1颗恶魔果实都能获得能力吗？众所周知，一个人只能吃1颗恶魔果实，如果能力者太贪心，再吃第2颗的话，就会直接暴毙而亡。当然了，四皇黑胡子比较特殊，马尔科都说过他的身体异于常人，所以身体才能承受2颗恶魔果实。既然一个人不能吃2颗恶魔果实，那么把1颗果实切开分给2个人吃总行吧？有没有可能吃下果实的2个人都获得能力？关于这个问题，尾田没有直观回答过，但是番外篇艾斯的漫画中却有明确的答案。在告别了风车村和路飞之后，独自一人冒险的艾斯出海没多久便遭遇了海难，他被冲到了一座无人岛上，在这里艾斯遇到了同样流落荒岛的丢斯，这个人也是日后艾斯的伙伴。2个人在岛上一起找东西吃的时候，意外发现了一颗长相奇怪的水果。为了能填饱肚子，他们已经顾不上这水果的样子了。艾斯掰开水果，留了一半给自己，另一半分给了丢斯。虽然2个人是同时吃的，可艾斯先把果实吞进了肚子里，于是他便获得了烧果实的能力，而丢斯的身上却什么都没发生。幸运的是，他也没变成旱鸭子。所以2个人同时吃1颗恶魔果实，先咽下第1口的人才会获得能力。设定上，恶魔果实的能力源自于果实中寄宿的恶魔，因为恶魔只有1个，所以只会进入到1个人的身体里。后吃的那一半果实已经没有恶魔了，丢斯等于只是吃了1颗非常难吃的水果。而就算把恶魔果实榨成汁分给1000个人喝，也是同样的结果，谁先喝进肚子里，谁就会获得能力，其他人则还是个普通人。你注意到了吗？被路飞击败的所有 BOSS 倒下的动作一模一样，都摆出了同一种姿势，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尾田暗示的伏笔？从东海的最强 BOSS 阿龙开始，在他被路飞打倒后，双臂和双腿都呈现打开的状态，躺成了一个大字。起初是没有多少海迷在意这个细节，之后路飞来到伟大航路，遇到了齐武海老沙，在经过3个回合的较量后，老沙被开缩血挂的路飞无情的击败了，同时他也摆出了一个大字。如果说阿龙和老沙倒地姿势属于巧合的话，那么接下来的鱼人霍迪、天龙人明哥、匠心克利亚以及黄福卡尔毫无例外都是这种倒地姿势，甚至就连剧场版的泽法和黄金帝被击败后，也都是像主线剧情的 BOSS 一样躺着，这已经不能用巧合来解释了。不过尾田这么安排就很耐人寻味，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呢？我重温一遍海贼王后，总结了3种可能。第一种可能是他们被路飞彻底打服了，已经认可对方的实力，没有继续再打下去的心思了，所以这些 BOSS 才会肆无忌惮的放下防备，躺出了最没安全感的摆烂姿势大字。而第2种可能是这样躺着，纯属是因为舒服，打了几个小时太累了，反正也输了，那就躺着出口气放松一下吧。至于第3种，可能是这些 BOSS 心里还不服，但是没有多余的力气支撑他们再继续打下去了，所以想到用这个大字姿势来骂路飞，翻译过来应该就是你大爷的，表示心中的不满与愤怒，也算是他们最后的一丝倔强吧。黑胡子到底是怎么夺取阵阵果实的？其实方法很简单，在动画和漫画里，尾田早就给出答案。顶上战争，白胡子击败赤犬之后，自己也身负重伤，已经无力再逃离海军本部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黑胡子出现了。他带着所有船员乱枪打死了白胡子。之后，黑胡子海贼团拿出了一块黑布遮盖住白胡子的躯体，接着黑胡子便独自钻进了黑布中。再出来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得到了阵阵果实的能力，成为海贼王里唯一一个拥有双果实的能力者。当年很多海迷都猜测，黑胡子利用暗暗果实的暗水，才把阵阵果实的能力从白胡子的体内吸取出来。
事实上并非如此，在动画602季和漫画676话里，尾田都用旁敲侧击的方式透露答案，并获到凯撒制造的史莱姆死后，熔岩果实随即附在了最近的苹果上，形成了新的恶魔果实。那么当年黑胡子靠的应该就是这个办法，他带着一颗普通的水果进入到黑布里，一旦白胡子死亡，真正果实的恶魔就会跑出来，附在最近的果实上。至于盖上黑布，只是单纯的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个秘密。在德雷斯罗萨篇章中，巴基斯想杀害路飞，抢夺橡胶果实，而他背后的包裹过于显眼。根据上面分析得出的结论，里面装的应该就是水果。只要路飞死了，身体里的恶魔能力会立刻转移到距离最近的水果上，所以黑胡子孩子团就是靠着这个方法，在新世界不断狩猎能力者，夺取一个又一个恶魔果实，从而打造一支比百兽孩子团更纯正的能力者军团，最后征服这片大海。洛克斯孩子团解散后，9位船员都去哪了？38年前的神之谷一战，卡普和罗杰联手击败了以洛克斯为首的邪恶势力。失去船长之后，船员们各奔东西。当时跑得最快的应该就是白胡子，他早就想离开这个没有一点温情的团队了。况且给别人当小弟不如自己当老大，于是白胡子在新世界便开始不断招数干儿子。而凯多和大妈也没闲着，凯多靠着鱼果身的能力击败一个又一个强敌，大妈则与老搭档长面包继续合作，创立了万国。通过几十年的努力，白胡子、凯多、大妈4人都成为了君临新世界的海上皇帝。但很可惜，他们终究还是被时代淘汰了。白胡子为救艾斯牺牲在了顶上战争，凯多和大妈则永远留在了和之国。不过好在长面包还活着，当年他和大妈一起上的洛克斯的船，也是一起下的船。如今大妈走了，比格默默孩子团很有可能会由他全权掌管。金狮子离开洛克斯孩子团之后，原本混得也不错，但是他非要作死，单枪匹马闯入海军本部抢人，最后被卡普和战国关进了推进城。本以为吃了几年的牢饭能让金狮子学老实点，结果他逃狱之后又作死，惹谁也不好，非要找着草帽团，被路飞教训了一顿之后，被赶来的海军又带回了推进城。目前他应该还活着，不过下半辈子都要在暗无天日的铁牢中度过了。至于银府，目前下落不明。王直的话，漫画中有提到，他脱离洛克斯之后，回到蜂窝岛，继续继承洛克斯的地盘。后来，黑胡子孩子团与他发生了激烈冲突，最后在科比的帮助下，黑胡子干掉了王直，成功占领了蜂窝岛。其实，在这9位船员里，最倒霉的还是约翰船长。洛克斯倒下后，他卷走了船上所有的财宝，但是过分贪恋钱财，引来了杀身之祸。在一次想独吞宝藏的时候，被自己的部下杀害。又过了很多年，莫利亚把他的尸体做成了僵尸将军。最后是密斯巴金，马尔科说过，他与白胡子在40年前曾是一条船上的伙伴，那毫无疑问，很明显是在洛克斯孩子团的时候，所以密斯巴金也曾是洛克斯的船员，只不过一直以来行踪都很隐瞒，最近2年才开始有所大动作。凭运气去赌恶魔果实能力的4人，只有1人运气极好，赌出了神级果实。卡雷法是属于运气极差的那种人，虽然他看过恶魔果实图鉴，可斯潘达姆拿出来的泡泡果实图鉴上并没有记载。至于果实能力到底是什么，只有吃了之后才会知道，所以卡雷法一直犹豫不决，生怕吃到不满意的果实就会毁了下半生。事实证明，他还真赌错了。泡泡果实打辅助可以，但主 C 真的很拉。他和娜美对决的时候，用了泡泡果实各种花里胡哨的技能，却都没能给娜美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。说实话，还不如海军6式好用呢。而卡库的运气就比卡雷法好一些了，至少没赌错。他吃的动物系牛牛果实长颈鹿形态，虽然很普通，比不上古代种和幻兽种，但卡库自己特别满意。至少对于他这种专精体术的人来讲，吃到动物系果实就如同捡到了宝。至于明哥，运气也比较一般。当年托雷波尔给他线果实的时候，明哥是不知道吃下后会获得什么能力，但他还是硬着头皮吃了。按道理来讲，这颗果实真的蛮垃圾的，可明哥却能给玩出花来。果实开发这方面，他真的算是海贼王中的佼佼者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讲，巴基大神的4分5裂果实也是赌来的。当年罗杰孩子团没人清楚这颗果实的能力，也没人要吃，只有巴基想把它卖掉换钱，结果阴差阳错的却进了自己的肚子里。从此他的人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。你要说他运气差，至少他赌对了，4分5裂真的称得上是一颗神级果实，连鹰眼的战绩都无法伤他分毫。说是所有建豪的克星也不夸张，如果巴基能觉醒的话，分裂地表的破坏力或许不亚于古代3大兵器。草帽团究竟能有多败家？冒险2年弄丢了4件神器，如果留到现在，路飞可能早就当上海贼王了。第一件神器冥王清扫图，古代3大兵器的破坏力远超4皇，只要有一个古代兵器就足以威胁到海军和世界政府。原本草帽团是该有一个古代兵器冥王，但很可惜，建造图已经被弗兰奇给烧得连渣都不剩。虽然世界政府是不用怕了，可草帽团也因此失去了一次给桑尼号升级成为冥王战舰的机会。
第二件神器，指向拉夫德鲁的指针。只要有了这个东西，草帽团就能直接绕过大妈和凯多，少走2年的弯路，抵达最终之岛。但是在与老沙等人争抢的过程中，路飞把永久指针捏爆了。或许对于他来说，靠这种方式当了海贼王也不会开心。但是路飞这么一捏，直接又多出了200集剧情。第三件神器，约翰的藏宝图闭环。这个东西是草帽团从三鬼帆船上捡来的，由于做工太普通，娜美他们根本没当回事，但是被眼尖的巴基大神看出了玄机。这个闭环类似于藏宝图，凭借它就能找到传奇大海贼约翰船长的宝藏了。路飞也很大方，直接把这个东西送给了巴基。也是因为这个闭环，让2年后的巴基有钱在新世界开了一家大公司，还雇佣了价格昂贵的巨人族为他办事。第4件神器，空岛贝。这是空岛生产的特殊道具，每一种空岛贝都有不同的用途，比如排击贝可以吸收一切冲击并释放出来，能够借力打力，估计连凯多的雷鸣八卦也可以吸收吧。还有喷风贝、翔贝、岩贝都是很好用的神器，有点类似低配版的恶魔果实。草帽团下青海的时候，乌索普装了一大兜子空岛贝，时不时还用几次，但是这种东西2年后就突然消失了，再也没见草帽团拿出来过。乌索普和乌尔提姐弟打架的时候，要是用上排击贝，他和娜美也不至于撞得鼻青脸肿啦。你是不是以为路飞的师傅只有雷利一个人？要是真这么觉得，那就错了。从路飞小时候开始修炼，再到如今当上4皇，一共经历了6位师傅的教导，而雷利起到的作用并不是最大的。第一位，冥王雷利，传授348系的基础用法，路飞2年的修行却只学了点皮毛。究竟是雷利的教学质量太差，还是路飞的悟性不行？人家罗和基德可都没有老师教，结果自行学会了霸气与果实觉醒。真不知道路飞这2年修行算不算浪费了。第二位，卡尔，高级剑纹4教师，教会了路飞预知未来的能力。不可否认，卡尔是个非常好的陪练师傅，一边打还一边教，不断的示范和讲解。最后看着路飞领悟了预知未来的能力，这才放心的躺下。卡尔这个师傅当的是相当合格。第3位，暴五郎，高级武装4老师，2天速成班传授路飞流鹰霸气，同样是亲身示范高级武装4的用法。路飞在暴大叔的身边2天就毕业了，结果在雷利身边2年都没学会，谁的问题显而易见了。第4位，凯老师，高级霸王4老师，第1棒打醒路飞的鲁莽，让他先跟着暴大叔学习流鹰，再挑战自己。第2棒传授霸禅绝技，增加路飞的自信心。第3棒教会路飞领悟果实的奥秘，觉醒5档尼卡形态。一个好的师傅就应该像凯多这样毫无保留的把一切都交给路飞。第5位，纳格利，这是动画组加上去的师傅，但实力不容小觑。他是一位拥有霸王4的高手，曾经挑战过罗杰。纳格利不仅是路飞的师傅，也教过艾斯和萨博，不过他们只有2天的师徒关系，所以压根就没教过他们仨什么本事。第6位，卡普，体术和抗击打训练的老师。路飞没出海之前的那几年，一直都是卡普跟他切磋，所以路飞血后并不是开的缩血瓜，而是从小在卡普拳头下挨打习惯了。这么一对比，雷利究竟是不是勇士，我想海员们心里也都有数了。当年卡普还真没吹牛，要不是战国暗得早，赤犬没死在白胡子手里，就先被他给杀了。不过事到如今，还是有很多海迷质疑卡普的实力。一个海军中将，又到了涨潮之年，怎么可能打得过正值巅峰的赤犬呢？作为海军的最高战力，赤犬确实很强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当年顶上战争，黄勇和青雉都在演，海军全靠他一人顶着。与其说是白胡子海贼团对抗海军本部，倒不如说是赤犬单挑整个白胡子团。他先后杀了艾斯，重伤白胡子，打晕伊万科夫，最后又接连击败慎平和石队长库里埃尔。这战绩放眼望去，整个新世界也没几个人能做到，所以赤犬能当上海军元帅也是实至名归。但是这战绩跟卡普比起来可就差远了，卡普打的可都是传说级的海贼，像瓦尔德、洛克斯、罗杰、金狮子，随便一个放到现在，那都是凌驾于4皇之上的存在。就问赤犬能打得过哪个？而卡普在顶上战争出手的时候，海军的士气瞬间高涨，仿佛有他在，海军就绝对不会输。看到卡普有所行动的时候，连白胡子都开始紧张起来。只有同时期的人才最清楚眼前这个老头有多强。尾田曾说过，海贼王里的旧时代强者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实力减退，如果身体有疾病就另当别论。那么顶上战争的卡普应该还处在追着罗辑满世界跑的状态，所以战国没能按住卡普的话，那卡普绝对会成功杀了赤犬，但是他肯定没办法做到无伤击败对方，更不可能秒杀赤犬。两人虽有实力上的差距，却又不是特别大，最后应该是卡普干掉了赤犬，但自己也身负重伤。